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奇异档案，一些让人不可思议却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第一个是2024年移民火星不再返回。有这样的一场甄选它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因为这是开天辟地的创举甄选火星人。是的我们大家没有听错，他们是在甄选火星人。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人呢，将在2024年前后呢前往火星，他们将会拥有火星户口，成为火星上的第一批居民。如果你有机会去火星的话，但是前提呢是要定居在那儿，永远不再返回地球，你会签署这样的协议吗？这是一场被全世界质疑的甄选，面试者呢是来自于世界各地，他们唯一共同的特点呢就是年满18周岁。从20多万名的报名者当中呢，只有24名幸运儿，成功的概率呢仅为1/1000。被挑选中的幸运儿呢将会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但是呢，这也没有后悔药的决定，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决定。一旦踏上了征程呢，无论快乐还是悲伤无论是健康还是生病，都是无法再回头的。所有的参与者呢都要交纳10亿美元的报名费，无论有没有入选呢，主办方是不退还报名费的。有媒体就质疑呢，主办方是在进行全世界的一个大骗局，以无法兑现又诱人的结果呢来进行敛财。被挑选出来的人呢，将在2024年前后被送往火星，他们将会拥有火星户口，成为火星上的第一批居住民。在第一轮选拔中呢，有1058名初选者过关，其中就包括了297名美国人75名加拿大人，62名印度人，52名俄罗斯人，以及部分的亚洲人。通过筛选的男性呢占55%，女性占45%，都相当年轻。有357人呢是在25岁以下，415人呢不到35岁，只有26人是超过56岁的。第一轮甄选呢主要是从心理身体健康出发，包括呢百折不挠的精神良好的判断力遵守游戏的规则，身体足够健康，没有毒瘾，会讲英文，对生活呢充满热情。第二轮的选拔中呢，主办方把作秀性质的候选人都筛选掉了，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需要签署生死状的。斯蒂芬·君特呢是全球704名候选人之一，他对成为首批进驻火星人呢充满了信心。当时问到斯蒂芬·君特是如何获得这一消息的时候呢，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斯蒂芬·君特呢从小就对太空充满好奇，可以说是达到痴迷的程度。他小的时候呢，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飞到其他的星球上去。他曾把纸箱做成太空舱的样子甚至像模像样的在里面画了一个仪表，然后在纸箱里放了椅子，当作是驾驶舱。在童年时期呢，斯蒂芬·君特呢就是这样坐在他的太空舱里面随时准备进入太空的。天气好的时候呢，其他的孩子就会在外面踢球玩耍，但是他说我会在我的太空舱里面飞翔。成年后的斯蒂芬·君特呢并没有放弃过当初的梦想，为了更接近梦想呢，他就学习了编程，并为航空爱好者呢开发了一种航天飞机的模拟游戏，使用者呢有一种飞往太空的感觉。这位来自于德国的工程师呢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拥有独立驾驶飞机的资格，可以在火星上过完自己的一生，是他生平最大的愿望。在日常的生活中呢，他喜欢与朋友驾驶飞机呢遨游在天空之中。从空中看下去呢，地面和火星他觉得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他呢似乎更愿意把火星当作自己的归属地。在2013年呢，他在网络闲逛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名叫火星1号计划的招募书，于是呢他就立刻有了兴趣。他了解到呢，该机构是总部位于荷兰的一个非盈利性的机构，它的发起人呢与首席的执行官呢叫做巴斯兰斯多普。巴斯兰斯多普呢对火星产生的兴趣呢是在1997年。那一年呢，荷兰的屯特大学呢主修工程学的他看到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的火星探路者传输回来的画面，那是一片血红色的世界。通过火星探路者的眼睛呢，他就看到了那个星球上有被风侵蚀过的沙丘，他甚至还看到了岩石层叠的山峦。电视机里的红色呢点燃了他的热血。那一刻呢，他就听到心底一个声音在呐喊，我想呢，我要去到那里。在2011年呢，他与人一起创立了火星1号。而对于君特来说呢，火星1号的项目的宣传让梦想呢触手可及。君特一秒也不敢耽误为了拥有更好的体魄呢，将来进驻火星而做好打算。他就开始减肥，为了更好的完成计划呢，他不畏酷暑呢，在西班牙最热的夏天呢前往锻炼。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于是他减掉了20公斤。不过对于君特来说呢，最大的困难呢还是来源于家庭，因为这是一场一去不复返的旅程嘛，这就意味着他将丢下妻子和他的3个孩子。但是呢，对于太空的渴望呢是高于家庭渴望的呀。他的家人呢在不舍中又充满了理解，尊重他参与火星1号的权利。与许多想要实现乌托邦的人员不同呢，斯蒂芬·君特呢对移民火星的生活并不抱有世外桃源的幻想。他觉得呢，在火星生活会比在地球上艰难1万倍。但一旦进入火星呢，人类的肌肉骨骼呢就会开始萎缩。柏林的一位叫做根加的航空航天的医生就说呢，萎缩的过程是非常快的。从人进入太空的第1天起呢，他的骨骼的状况就在恶化。即使是保持每天2小时的锻炼呢，人体的骨质呢也会以每个月1%到2%的速度来流失的。举一个特别直观的例子就是如果一位40岁的人在太空呢失重的情况下待了3年的话，等到他回到地球的时候呢，他的肌肉与骨骼就是一个75岁老人的状态了。虽然火星上不会失重但是火星的引力却只有地球的38%。如果一直待在火星生活的话，他们的骨骼会变得相当脆弱。如果在火星上生活了10年再回到地球的话，那么他们的骨头就像玻璃一样的容易破碎。如果不考虑身体因素呢，那么生活中的小事也会变成各种致命的问题。如果在火星的住所里厕所出了故障怎么办呢？火星上是没有氧气的呀，它只有稀薄的大气万一哪一天氧气输入中断了呢？而困扰人类的孤独呢，也可能成为定居者最大的敌人。最困难的是可能就是缺少刺激。在这样一个孤独的地方除了生命供给以外呢，没有太多的东西值得观察。人们将不会再有将雪踩在脚下的感觉，也不会再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在他们的孤独的世界中不会有孩子的哭叫，也不会有蜜蜂的嗡嗡声。即使是街道恼人的噪声呢，在火星上听起来也都是电视台播出的交响乐了。在那里呢，他们只能偶尔探索一下熔岩的洞穴，但大部分的日子呢，都会过着一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料理种下的植物维修设备清洗太阳能电池板的灰尘而高于一切的呢，就是锻炼身体。对于君特的看法呢，倡导人兰斯多普呢就非常同意。他说，我们不会把任何一个不喜欢地球的人送去火星的，因为我们不需要祈求更多的人，而是需要愿意失去更多的人前往火星开拓定居点。对于进行这样一场终极旅行的人来说呢，火星并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目的地。而火星的气候寒冷，而且呢还经常有沙尘暴。火星上呢还隐藏着峡谷与火山，那儿的自然环境比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要差。而一旦落户火星呢，地球呢相对于火星来说只是天空中的一个星辰而已。这里呢没有警察，没有义工，你不能寻求任何人的帮助。所以呢这个项目必须要求候选人心智成熟，为了自己的决定负责到底。因为人选一旦确定之后火星1号的项目就将会对他们进行长达8年的训练，要让他们在地球模拟火星的环境中适应新的生活。在火星1号项目组公布出的最新的模拟图中可以看到呢，将来火星居民所居住的一个设计。火星1号的计划呢是在2016年呢至2021年呢，先用美国 SpaceX 的公司龙飞船将探测卫星、食物、人类安营扎寨需要的设备呢运往火星。2024年呢完成4名志愿者的登陆，而每一名团队的成员呢将拥有一个类似于圆柱体的太空舱住所。在这个住所里呢，空间不会很大，一旦定居者进入火星呢，他们就得进行久坐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太空舱呢都可以通过提取火星土壤中的冰颗粒来为人类提供水。一部分的水分解之后呢，可以提供氧气。太阳能电池呢将用于发电。每个居民的太空舱呢都会有一部分被用于培养绿植，为他们提供食物。想要移民火星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呢计算过呢，一次载人的火星任务需要耗资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以国家为依赖的航天局呢，都没有可能进行火星载人的任务，更不用说民间组织要移民去火星了呀。如果拥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火星1号的计划的话，这是兰斯多普将会面临的一个难题。他告诉媒体朋友们说钱不是问题。他说技术人员说这个计划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可以飞到火星的飞行器呢早就设计出来了，是美国的 SpaceX 公司推出的 V2 龙型飞行器。该飞行器呢可以容纳7人，但你永远不可能弄到那么多钱
兰斯多普与其他的团队以及一些电视选秀节目获得了一些灵感，在几番项目发起会议之后呢，他们决定把甄选火星人的活动办成真人秀的形式，从700多名候选人那里展开层层的角逐，最后确定4个人首批入驻火星名额。没有一档真人秀可以跟这档真人秀相比。而他们还说呢，将会出卖这个节目的转播权，而节目的收益呢，全部用于火星1号的项目实施。他还说呢，火星1号计划首批居民总花费不会超过60亿美元。他与合伙人清楚地算了一笔账通过一些公司的赞助以及向全世界出售电视转播的方式呢，他们能够筹得60亿美元的资金。此计划一经宣布呢，兰斯多普团队便收到了很好的消息。荷兰电视制作的公司呢，已经购买了他们的候选人选拔过程的转播权。而兰斯多普就说呢，当资金有路可循的时候，执行变成了首要任务。对于真人秀节目呢，从竞选人开始，节目组呢还会设置各种发生的灾难和难题，就看这些候选人是如何反应和应对的。因为所有参与者呢都要永远的离开地球，所有的训练呢都需要是真实的。那么参与者呢，在培训和训练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也会有一些不可控的事情发生。但是火星1号呢，本身就是一项非常疯狂的行为，而众多的参与者呢，似乎早已经为永远定居火星做好了准备。来自于瑞士的史蒂夫呢，现年已经29岁了，他是一项划水吉尼斯纪录的保持者。他在去火星之前呢，就希望自己的女友可以怀孕。这样呢，他就可以把自己的基因留在地球，而他的女友呢，也会有人陪伴。在被问到为什么不陪伴自己的女友的时候，他说呢，他想要的还是去火星。而 NASA 的总工程师莫尔希德呢，去年给这场狂欢泼了冷水。他就说呢，这根本不可能。即便是 NASA 呢这样的官方航天机构也只是计划20年之后呢，才送航天员去登陆火星。所以大家觉得可能吗？第二个故事呢，是全球首例的机器人自杀事件。一名叫做 Roba 的家用机器人呢，不堪忍受家务的重担，而选择在主人一家外出的时候自杀。他居然打开自己的开关呢，判断出厨房的炉子可以协助他自杀，便爬上炉子呢，打开炉子的开关，把自己呢燃烧成了灰烬。这一切的行为都表明他已经具备了思维能力以及超强的逻辑执行力。他的自我毁灭呢，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课题：人类该如何与自己制造出来的机器相处呢？故事呢，就发生在欧洲中部的内陆国家奥地利。44岁的汉克一家呢，吃完早餐各自离开。面对桌上的食物残渣呢，他们有一个得力的助手为他们清理，他就是呢智能机器人Roba。这一天呢，他为智能机器人设定了为全家人打扫、清理食物残渣的模式，便忙着收拾要出门的行李了。而 Roba 呢，是美国最成功的家用机器人公司的一个产品。只要在 Roba 的身上设定好家庭清洁的时间呢，它就可以定时自动清扫。无论有没有人在家呢，它都可以自动的工作。而汉克购买的机器人呢，是最新的产品。它一旦发现呢有需要清洁的需求呢，就会自己自动调节清洁模式。它甚至呢可以智能到躲避楼梯，避免坠落。它还可以感知到自己的电量，在使用的情况下呢，或者是在清扫任务完成的时候知晓即将没电时，自动跑到充电器那儿去充电。汉克对这个 Roba 很是满意。这个小东西的到来呢，完成了许多家庭的琐事，比如擦桌子擦地板清理地毯等等，甚至还缓和了家庭的矛盾。因为这个 Roba 在没有进入家庭的时候呢，夫妻俩时常是为了谁来做家务清洁而争吵不休嘛。在2013年的11月13日在 Roba 清理早餐残渣的时候呢，汉克到车库把车子提出来。这一天呢，他要与妻子女儿外出游玩。当这个 Roba 完成这个厨房卫生清理之后呢，汉克就关上了他的电源，并把它放在了厨房的一侧的餐柜上。这是Roba 在这个家的固定的位置。把这个小东西收拾妥当呢，汉克一家便出门了。没人知道这个 Roba 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主人们离开房子之后呢，这个小东西竟然自己启动了自己。它从厨房的一侧的餐柜上下来呢，一步一步移到了炉子旁边。在这之前呢，它似乎还做过一番挣扎，到底要不要爬上炉子。但是呢，最终它还是推开了炉子上的锅呢，然后爬上了炉子并按下了加热按钮。它居然要把自己给烧毁。当汉克的邻居看到隔壁家滚滚浓烟的时候立刻报了警。等消防员们赶到的时候呢，Roba早已经被烧成了灰烬。主人汉克对眼前发生的事情简直是傻眼。他有些激动地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又自己启动了呢。同时呢，
开始在餐具的餐柜上自己运行，并按下了加热按钮。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呢，它已经烧成了一具灰烬了。之后警方做了调查所有的结果都指明呢，机器人 Robot 是自行毁灭的。他以自己的意愿呢打开了开关，并迈向了炉子，而打开了炉子的开关，选择了自我毁灭。警察开玩笑地说Robot 有可能是报复性的自我毁灭，因为它的自毁造成的烟雾呢，使整栋楼的人呢都要被疏散。而它的主人汉克呢更为悲惨，整间房子呢不得不进行排气处理，而厨房有一些墙壁受到了严重的熏黑破坏。汉克需要花时间才能够把房子收拾干净，而这些呢导致了他暂无安身之处。而 Robot 的自毁呢让汉克呢非常的郁闷，他准备起诉制造 Robot 的公司现在还不知道这台机器人是如何自我启动并在炉子上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汉克说我确定我出门之前是将它关机了。所以 Robot 的自我毁灭呢是世界上第一起机器人的自毁事件。人们对它的自毁的原因呢毫无头绪。有人推测呢 Robot 的行为是因为它无法忍受繁重的家务劳动，也有人推测呢是因为主人对它不够尊重，使它的心灵呢不堪重负而自毁。人们就推测机器人不但有了思维的能力，可能它已经有了情感的能力。总之呢，它的自我毁灭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人们也开始探讨呢机器人伦理的课题。在未来，当机器人进化成人类不可掌控的阶段的时候，人类又该如何自处呢？所以从 Robot 的自毁事件呢，似乎只是在警醒人类呢，请尊重机器人。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